我幫表哥經營汽修廠，3年淨賺500萬，可他卻只肯給我8萬。林晨啊，這8萬塊你拿着，夠你在城裡租個不錯的房子了，別不知足。表哥，去年年底會計對賬，純利潤是512萬，這個數你親口跟我說的。話音剛落，包廂裡瞬間安靜下來，幾個正在吃飯的員工停下了筷子，張浩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。500多萬怎麼了？廠是我開的，地是我租的，設備是我買的，你就是個出力氣擰螺絲的。我給你8萬是情分，不給你是本事。他站起身，掃視着全場。實話跟你們說，要不是我收留他，他現在還在 4S 店給人當孫子呢。他爸媽養了他這麼大，也就只能給我打打下手，混口飯吃。我的心臟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，疼得喘不過氣。我不是沒有提過分紅，上個月我媽查出來冠心病要做手術，我跟她預支10萬塊錢工資，她當時滿口答應，轉頭就跟廠裡的員工說我獅子大開口，說我拿着雞毛當令箭。我忍了，我想着再熬熬，等年底分紅就能給我媽做手術了。可我沒想到她竟然能做得這麼絕。我打下手，那台保時捷卡宴你找了8個技師都修不好，是誰熬了3天3夜修好的？那台貨車變速箱報廢，是誰用翻新工藝幫你省了10幾萬？上個月那台臭水的寶馬，是誰幫你修好讓你開上的？那又怎麼樣？車能修好，是因為我的客戶給面子，沒有我的廠，你技術再好有個屁用！我告訴你，林晨，離了我，你什麼都不是。別給臉不要臉，你爸媽還在村裡等着你的錢治病呢。惹我不高興，你1分錢都拿不到。這句話像一把淬了毒的刀，狠狠扎進了我的心裡。我攥着手裡的8萬塊錢，指節捏得咯咯作響。我真想一拳砸在他那張得意忘形的臉上，可我不能。我媽還在醫院等着錢做手術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壓下心裡翻湧的怒火，把錢揣進兜裡。好，這8萬塊我收下了。哼，這就對了嘛，跟着表哥幹還能虧了你？明年好好幹，我給你漲1000塊工資。我打斷他的話，聲音不大，卻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包廂。從今天起，我辭職，你的汽修廠，我再也不會踏進。全場嘩然，張浩的笑容僵在臉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說什麼？你翅膀硬了是吧？離開我，你喝西北風去！我告訴你，在這個城市，只要我一句話，沒有任何一家汽修廠敢要你。我没有理他，轉身拿起放在牆角的工具包，那裡面裝着我用了3年的扳手和螺絲刀，還有我寫滿了技術筆記的本子。這是我唯一的財產，也是我最硬的底氣。走到包廂門口的時候，我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他一眼。對了，表哥，氣象站剛發了紅色暴雨預警，今年有特大洪水，你最好提前備點正規的泡水車修復設備，再給員工做下培訓，別到時候手忙腳亂，賠得底朝天。啊？林晨，你是不是瘋了？修個車還管起天氣預報了？真有泡水車，隨便糊弄糊弄就能賺大錢，用得着你教我？我看你是離開我，腦子都不正常了。他拿起一個酒瓶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玻璃碎片四濺。趕緊滾！以後別讓我再看見你，不然我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沒有再說話，推開門走了出去。外面正下着小雨，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臉上，讓我瞬間清醒了不少。我抬頭看着浩辰汽修那亮着霓虹燈的招牌，心裡沒有一絲留戀，只有無盡的冰冷。3年心血，500萬利潤，換來8萬塊錢和一句換條狗都比你強。張浩，你記住今天你說的話，你等着，用不了多久，我會讓你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。我攥緊了手裡的工具包，轉身走進了雨幕裡。就在這時，一個清脆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。我回頭看到一個背着雙肩包的小姑娘，正撐着一把傘朝我跑過來。林師傅，等一下！跑到我面前，她喘着氣，把簡歷遞到我手裡，眼神裡滿是崇拜和堅定。林師傅，我叫李小小，是汽修職業技術學院的應屆畢業生。我在學校就看過你修的發動機案例，我想跟你學修車。前3個月我不要工資，管飯就行。
雨絲打在臉上，涼絲絲的。我看着眼前這個小姑娘，手裡的簡歷被雨水打濕了一角，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她在技校拿的獎項，還有好幾篇關於發動機維修的實訓報告。我心裡泛起一絲苦澀，我現在連自己的落腳地都還沒找好，哪有資格收徒弟？我把簡歷遞還給她，聲音有點沙啞：“你回去吧，我現在連汽修厂都沒有，自己都快喝西北風了，教不了你什麼。”李小小猛地搖頭，把簡歷又塞回我手裡。我知道你刚浩辰汽修出来，我也知道张浩那個混蛋是怎麼對你的。我在門口聽了半天了。林師傅，你的技術是全市最好的，我不信你會就此認輸。你去哪兒我就去哪兒，哪怕你在路邊擺個攤修車，我也跟着你。我不要工資，我還能給你打雜、做飯、打掃衛生，什麼活都能幹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了剛上大學的自己，那时候我也是这樣，抱着一本厚厚的汽修手冊，蹲在實驗室裡拆了裝，裝了拆，滿腦子都是發動機的轟鳴聲，覺得只要有技術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。那時候的我也像他這樣，眼裡有光，可3年的壓榨和背叛，差點把我眼裡的光澆滅了。我沉默了很久，雨水順着我的頭髮往下滴，打濕了衣領。李小小就那麼站在雨裡，撐着傘把我護在傘下，自己半邊身子都淋濕了，卻絲毫不在意。我終於開口，聲音低沉：“我準備租城郊那個廢棄的汽修棚，就是那個荒廢了3年，連水電都不通的破地方。你要是不怕苦，就跟着來吧。”我不怕，再苦我都不怕。謝謝林師傅，謝謝林師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先去醫院給我媽交了5萬塊錢手術費。看着護士把我媽推進手術室，我懸着的心終於放下了一半。走出醫院，我帶着李小小去了城郊那個廢棄的汽修棚，比我想象中還要破。圍牆塌了一半，棚頂露着好幾個大洞，地上長滿了半人高的雜草，角落裡堆着一堆沒人要的廢銅爛鐵。李小小倒吸一口涼氣，卻還是立刻擼起袖子。林師傅，我們先除草，再把垃圾清出去。我帶了掃帚和鐵鍬。說着，他就從背包裡掏出工具，二話不說就幹了起来。我看着他瘦小的身影在雜草堆裡忙碌，心裡五味雜陳。我掏出兜裡僅剩的3萬塊錢，這是我全部的家當了。租這個棚子1年要2萬，剩下的1萬要用來通水電，買最基礎的工具和材料。就在我蹲在地上盤算着怎麼把這1萬塊錢掰成8瓣花的時候，一陣引擎的轟鳴聲由遠及近，一輛黑色的賓利緩緩停在了汽修棚門口。車門打開，走下來一個穿着黑色風衣的女人，她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卻自帶一股強大的氣場。她掃了一眼破敗的汽修棚，最後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她開口，聲音清冷，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：“你是凌晨？”“我是。你是？”“我叫王曼，驰途豪華車俱樂部創始人。我有一台車，找遍了全市所有的汽修廠，包括張浩的浩辰汽修，都修不好。有人告訴我，只有你能修。”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。驰途俱樂部，我當然知道，那是本地最頂級的豪華車俱樂部，手裡握着全市80%以上的高端車主資源。我沒想到王曼竟然會親自找上門來。我壓下心裡的驚訝，問道：“什麼車？什麼問題？”“保時捷911，2015款限量版，全球只有300台。”王曼的眼神暗了暗，声音低沉了許多：“是我父親留給我的遺物，發動機怠速不穩，異響嚴重。4S 店說要換整個發動機總成，要200多萬。張浩說他能修，結果偷偷換了我的原廠火花塞和點火線圈，差點把發動機搞報廢。”我心裡咯噔一下，這台車，我記得大學畢業那年，我在導師的工作室實習，王曼的父親曾經開着這台車過來修過一次同樣的問題，當時也是所有人都束手無策，是我熬了2個通宵，完美修復了車輛。王老先生當時特別高興，可惜沒過多久，我就聽說他因病去世了。車在哪兒？就在外面。王曼轉身指了指停在賓利後面的那台銀灰色保時捷，陽光灑在車身上，線條流暢優美。即使已經過去了11年，依舊光彩照人。我走過去，輕輕撫摸着車門，仿佛還能感受到當年王老先生坐在車裡笑着跟我說話的溫度。我拉開車門，坐進駕駛座，插入鑰匙點火，發動機發出一陣斷斷續續的異響，轉速表忽上忽下，果然和當年的故障一模一樣，甚至比當年更嚴重，顯然是被張浩亂修一通，搞壞了更多的地方。我閉上眼睛，聽着發動機的聲音，手指在方向盤上輕輕敲擊着。我睜開眼睛，看着站在車外的王曼，語氣堅定：“我能修，3天時間給你恢復到原廠狀態。”王曼的眼睛裡閃過一絲驚訝，顯然沒想到我連引擎蓋都沒打開，就敢說能修好。他見過太多吹牛皮的汽修師傅。你確定？確定。修不好，分文不取。要是修壞了，我賠你一台新的。李小小在旁邊聽得眼睛都直了，偷偷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小聲說：“師傅，200多萬呢，你
你別衝動啊！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放心。王曼看着我，眼神裡的懷疑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審視。他看了我很久，終於點了點頭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他從包裡掏出一張銀行卡，遞到我面前。這裡面有10萬塊，是定金。另外，這個汽修棚的租金我已經幫你付了3年，水電我也讓人去通了，下午就有人過來修棚頂和圍牆。我愣住了，手裡的銀行卡燙得驚人。王總，這不是白給你的，我相信你的技術，也相信我父親當年的眼光。這是預付的合作款，以後我俱樂部所有的車都放在你這裡修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用你的真本事把車修好。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，心裡湧起一股暖流。我攥緊了手裡的銀行卡。王總，你放心，我林晨這輩子從來沒有砸過自己的招牌。3天後，我一定給你一台完好如初的車。王曼點了點頭，轉身準備離開。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他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破敗的汽修棚，又看了看我。林晨，別讓我失望，也別讓你自己失望。說完，他就坐上賓利，絕塵而去。李小小看着賓利消失的方向，激動地跳了起來。師傅，我們有錢了，我們有活幹了！王總也太酷了吧！他竟然這麼相信你！我看着手裡的銀行卡，又看了看那台停在棚子裡的保時捷，心裡百感交集。張浩，你看到了嗎？你以為離了你我就活不下去了？你以為技術一文不值，只有本錢和人脈才是王道？可現在你求而不得的資源主動送到了我面前。你修不好的車，我3天就能修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放在牆角的工具包。小小，別愣着了，把工具拿出來，我們開工。好嘞，師傅。陽光透過棚頂的破洞灑在我們身上，也灑在那台銀灰色的保時捷上。我知道我的逆襲之路從這一刻正式開始了。水電工來得很快，下午就把斷了3年的水電通了。修棚頂的工人也搭好了腳手架，原本破敗不堪的汽修棚終於有了點生氣。我把那台保時捷挪到棚子中間最平整的位置，打開引擎蓋，密密麻麻的線路和零件暴露在陽光下。果然和我預想的一樣，張浩不僅換了劣質的火花塞和點火線圈，還亂調了點火提前角，甚至把进气傳感器的插頭都插反了。我皺着眉，心裡一陣火氣，真是瞎搞。這台車對王曼來說是父親的遺物，張浩為了賺錢，竟然能這麼不負責任。李小小湊過來，腦袋探到引擎蓋旁邊，眼睛瞪得圓圓的。師傅，這線路亂得像蜘蛛網，你真的能修好嗎？4S店都要換發動機呢。我拿起萬用表，開始逐個檢測傳感器。不用換，問題出在 ECU 程序和幾個隱蔽的傳感器上。當年我修過一次一模一樣的故障，只是張浩亂修一通，把問題搞複雜了。我一邊說，一邊拆下 ECU 電腦板，這是發動機的大腦，所有的運行參數都由它控制。當年王老先生的車就是因為 ECU 裡一個隱藏的程序 bug， 導致傳感器信號紊亂，才出現了怠速不穩的問題。我頭也不抬地說：小小，去把我的筆記本拿來，在工具包最裡面的夾層裡。李小小立刻跑過去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個磨得邊角發白的筆記本拿給我。那是我大學4年的心血，裡面記滿了各種車型的維修筆記、故障代碼和我自己摸索出來的調試參數，比任何維修手冊都管用。我翻到5年前記錄保時捷911的那一頁，泛黃的紙上還留着當年王老先生給我寫的備註。看着這行字，我心裡一陣發酸。如果王老先生還在，一定不會讓張浩這種人糟蹋他的愛車。李小小看出我情緒不對，小聲問道：師傅，你怎麼了？沒事，我搖了搖頭，把筆記本合上，開始幹活。今晚得熬個通宵，把 ECU 程序重新刷一遍。接下來的2天2夜，我幾乎沒合眼。白天，我帶着李小小拆解發動機周邊的零件，更換被張浩弄壞的傳感器和線路，清理積碳。晚上，我就坐在電腦前，對着示波器的波形，一點點調試 ECU 程序。李小小一直陪着我，給我遞工具、泡咖啡、打掃衛生。凌晨3點，我終於把最後一組參數調試完畢，按下了寫入鍵。電腦屏幕上的進度條一點點往前走，我的心也跟着懸了起來。这是最關鍵的一步，如果程序寫入失敗，整個 ECU 就會報廢。到時候真的要賠王曼一台新發動機了。李小小攥着拳頭，小聲給我打氣，眼睛裡布滿了紅血絲，卻一點困意都沒有。師傅，一定會成功的。我點了點頭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。進度條走到100%，寫入成功。我長舒一口氣，後背已經被汗水濕透了。我拔掉數據線，把 ECU 裝回車上，插入鑰匙，擰動點火開關。發動機發出一聲平穩有力的轟鳴，轉速表穩穩地停在了800轉，沒有一絲異響，也沒有一絲抖動。成了！師傅你太厲害了，真的修好了。
李小小激動地跳了起來，差點撞到棚頂的脚手架。我也露出了这几天来第一個笑容。我踩了幾腳油門，發動機的響應乾脆利落，和新車沒有任何區別。就在這時，一陣刺耳的汽車喇叭聲在門口響起。我抬頭一看，張浩開着他那輛寶馬5系停在了汽修棚門口，他身邊還跟着2個流裡流氣的小弟，叼着煙，一臉不屑地看着我。我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。張浩推開車門，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。喲，林晨，還真敢動手修啊！我還以為你就是吹吹牛呢。這可是200多萬的車，修壞了，你把你這破棚子賣了都賠不起。張豪，你少在這裡胡說八道！我師傅已經把車修好了，比你修的好100倍。修好了，別逗了！這台車 4S 店都要換發動機，你師傅能修好？我看他就是隨便糊弄糊弄，等王總來了，看他怎麼交代。他走到保時捷旁邊，伸手就要去摸引擎蓋，我一把打開了他的手。別碰，你的手髒，別弄髒了車。林晨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！我告訴你，王總是我先認識的，要不是你從中作梗，這單生意本來是我的。他身後的2個小弟立刻上前一步，擺出要動手的架勢。這裡是法治社會，你們敢動手我就報警。張浩，我警告你，別在這裡鬧事。你要是敢動一下，我不僅報警，還會把你偷換客戶配件、亂修車輛的事兒全捅到車主圈裡去。你可以試試。行，林晨，你有種，咱們走着瞧。我告訴你，別以為修好了這台車就能翻身。在這個城市，我想搞垮你，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。還有，你之前跟我說的什麼暴雨預警，純屬放屁。真要是下暴雨，超水車全是我的生意。到時候我賺得盆滿缽滿，你就守着你這破棚子喝西北風吧。說完，他帶着2個小弟罵罵咧咧地走了。寶馬車揚起一陣塵土，濺了我們一身。什麼人啊，太過分了，他怎麼能這麼不要臉？我看着張浩的車消失在路的盡頭，眼神冰冷。別管他，把車擦乾淨，王總應該快到了。李小小點了點頭，拿起抹布，仔細地擦着保時捷的車身。上午10點，王曼準時來了。當他聽到發動機平穩的轟鳴聲時，臉上終於露出了驚訝的表情。他坐進駕駛座，發動汽車開着在外面的空地上轉了一圈。回來的時候，他的眼睛裡滿是難以置信。真的修好了，和我父親當年開的時候一模一樣。我找了那麼多地方，沒人能修好，你竟然3天就搞定了。只是運氣好，以前修過一次同樣的故障。這不是運氣，是實力。凌晨，你比我想象中還要厲害。這是20萬尾款。另外，我已經跟俱樂部的所有會員說了，以後他們的車全部都放在你這裡修。這是第一批訂單，你看一下。李小小在旁邊看得倒吸一口涼氣，捂着嘴不敢說話。我看着手裡的支票和訂單，心裡百感交集。3天前我還身無分文，連個像樣的工位都沒有。3天後我就拿到了100萬的訂單。這就是技術的力量，這就是張浩永遠也不會明白的道理。謝謝王總信任，我保證每一台車我都會親自把關，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。我相信你。對了，氣象站剛更新了預警，3天後會有特大暴雨，降雨量可能會破歷史記錄。你這邊提前做好準備，別被淹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經在準備了。那就好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，隨時給我打電話。我俱樂部的地下車庫還能騰出幾10個位，你可以通知你的客戶把車停過去避險。謝謝你，王總。不用謝，我還有事先走了，車我就先開走了，後續的保養我再聯繫你。說完，他就開着那台銀灰色的保時捷絕塵而去。李小小看着保時捷消失的方向，激動的原地轉圈。師傅，我們發財了！100萬的訂單啊！我們再也不用愁沒錢了。我看着手裡的訂單，又抬頭看了看天空，天空陰沉沉的，烏雲密布，風也越來越大，暴雨真的要來了。小小，別高興太早，立刻停下手裡所有的活兒，我們開始加固汽修棚，安裝應急排水系統，再去買10台抽水泵和2台应急發電機。暴雨來了，這將是我們最大的考驗，也是張浩的末日。好嘞，師傅，我現在就去。看着他跑出去的背影，我握緊了手裡的扳手。張浩，你等着，你看不起的暴雨會把你所有的投機取巧全部衝垮，你看不起的技術會讓我在這場天災裡一戰稱神。小伙子，買這麼多防蟲設備幹嘛？往年也下暴雨，沒見誰這麼大陣勢啊。今年不一樣，氣象站說了，
是3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，多準備點總沒錯。你们这些年輕人就是膽子小，下點雨能怎麼樣？我看你隔壁那個浩辰汽修的張老闆，昨天還來我這兒買了一大堆最便宜的塑料布，說要蓋車，人家那才叫會做生意。我心裡冷笑一聲，回到汽修棚，小小已經把王曼發來的客戶名單整理好了，整整2頁紙，全是池途俱樂部的會員。師傅，王曼姐太給力了，她還說她已經讓俱樂部的工作人員挨個通知車主了，今天下午就可以把車開過去。她安排了人專門看管。你先給名單上的客戶挨個打個電話確認一下，再把我們汽修棚裡剩下的3個空車位留出來，給附近沒地方停車的老鄰居用。好嘞。接下來的2天，我們忙得腳不沾地。我帶着小小把汽修棚的圍牆缺口用磚補上，棚頂所有漏雨的地方都用防水卷材封死，又在棚子四周挖了一圈排水溝，10台抽水泵依次排開，2台應急發電機加滿了油，隨時可以啟動。小小把所有的維修工具和設備都搬到了高處，用防水布蓋好。傍晚的時候，王曼來了，還帶了2個工人，拉來了一車應急燈和礦泉水。我怕暴雨停電，給你帶了幾個應急燈，準備的挺充分的，比我想象中還要好。多虧了你往騰車庫，不然這麼多車，我真不知道往哪放。氣象站說，暴雨今晚凌晨就會到，降雨量會超過200厘米，很多低洼路段都會被淹。我知道，我和小肖今晚就在這兒守着，隨時盯着水位。那你們注意安全，有什麼事隨時給我打電話。這個拿着，我那邊也有一個，萬一手機沒信號了，用這個聯繫。謝謝你，王曼。對了，張浩那邊你知道嗎？他這2天瘋了一樣打廣告，說泡水車3天交車全程最高價，已經收了幾十位車主的定金了。他這是在找死，沒有技術，沒有設備，光靠一堆劣質配件修出來的車，早晚要出大事。我也是這麼想的，我已經在俱樂部群裡提醒過所有會員了，千萬別去他那裡修泡水車。但還是有一些貪便宜的車主被他忽悠了。隨他去吧，路是他自己選的，後果也得他自己承擔。就在這時，一陣囂張的汽車喇叭聲在門口響起，不用看也知道是張浩來了。他開着他那輛寶馬5系，車身上貼滿了泡水車維修專家的廣告，看起來不倫不類。他身後還跟着一輛貨車，拉着滿滿一車花花綠綠的塑料布和劣質密封膠。張浩推開車門，大搖大擺地走進來。林晨啊，林晨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！不就是下點雨嗎？你搞得跟要打仗一樣。你看看你這破棚子，就算再怎麼加固，能擋得住什麼？我勸你還是別白費力氣。等暴雨來了，你這破棚子一淹，你就徹底完蛋了。到時候你要是沒地方去，就來我廠裡給我當學徒，我管你一口飯吃。你少在這裡胡說八道，我師傅準備的這麼充分，肯定不會有事的。倒是你買了一堆劣質配件，到時候修壞了別人的車，看你怎麼交代。修壞？泡水車不就是換個機油曬曬乾嗎？能有什麼問題？我告訴你，這次暴雨，我至少能賺100萬。等我賺了錢，就把你這破棚子買下來，改成廁所。張浩，你別太得意了。泡水車維修需要專業的技術和設備，不是隨便糊弄就能行的。你要是敢用劣質配件坑客戶，早晚要吃官司。王總，您怎麼在這兒啊？您要是有車需要修，儘管找我，我給您打5折，保證比林晨修的又快又好。不必了，我的車只給林晨修，你的技術我信不過。張浩的臉色一下子僵住了，眼神裡閃過一絲陰狠。行，林晨，你有種，咱們走着瞧。等暴雨過後，看誰笑到最後。走，回廠裡，等着明天數錢。貨車揚起一陣塵土，絕塵而去。小小氣得直跺腳。什麼人啊？他簡直就是個瘋子，眼裡只有錢。這種人不見棺材不掉淚，等着吧，暴雨會教他做人的。天色越來越暗，風也越來越大，吹得棚頂的鐵皮嘩嘩作響。遠處的天空已經開始出現閃電，轟隆隆的雷聲隱隱傳來，山雨欲來。王曼，你快回去吧，馬上就要下雨了，路上不安全。好，你們2個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事隨時用對講機聯繫我。放心吧。王曼走後，我和小小簡單吃了點泡麵，然後搬了2把椅子坐在門口，等着暴雨來臨。小小抱着膝蓋，看着外面漆黑的天空，小聲說：“師傅，你說這次暴雨真的會像氣象站說的那麼大嗎？”會的，而且會比我們想象中還要大。那張浩，他會輸得很慘。他以為暴雨是發財的機會，卻不知道這是老天爺給他設的一個局。他所有的貪婪和愚蠢，都會在這場暴雨裡
暴露無遺。小小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，然後看着我，認真的說：“師傅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都跟着你。”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頭。好。就在這時，一滴冰冷的雨水打在了我的臉上，緊接着第二滴、第三滴，豆大的雨點噼里啪啦的砸了下來，瞬間連成了線。狂風呼嘯，雷聲大作，整個世界都被籠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雨之中。3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終於來了。我站起身，看着外面倾盆的大雨，握緊了手裡的对讲機。張浩，你準備好了嗎？你的發財夢該醒了。雨下瘋了，豆大的雨點砸在鐵皮棚頂上，發出噼里啪啦的巨響。天地間一片白茫茫，能見度不足5米。遠處的路燈在雨幕裡只剩下模糊的光暈。我站在門口，看着外面的積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上漲，馬路上已經有汽車拋錨了。師傅，水快漫到沙袋了！我打開抽水泵，嗡嗡的馬達聲瞬間蓋過了雨聲。10台抽水泵同時啟動，渾濁的雨水順着排水溝嘩嘩地往外流。棚子裡的水位終於穩住了。我拍了拍小小的肩膀，遞給他一條乾毛巾，擦擦臉，別感冒了。就在這時，對講機裡傳來了王曼的聲音，帶着一絲急促：“凌晨，你那邊怎麼樣？有沒有被淹？”“沒事，抽水泵都開了，水位穩住了。你那邊呢？車庫沒問題吧？”“車庫沒事，地勢高，排水也好，就是外面的路全淹了。好多車拋錨在路上，救援電話都被打爆了。我已經把俱樂部的救援車都派出去了，但是人手還是不夠。你那邊要是有空，能不能幫幫忙？”“沒問題，我和小小現在就過去。”“太好了，注意安全，我在車庫門口等你们。”我和小小穿上雨衣，帶上拖車繩和應急工具，開着我那輛破舊的皮卡衝進了雨。皮卡碾過積水，濺起1人多高的水花，一路上到處都是拋錨的汽車和焦急的車主，還有被衝倒的樹木和廣告牌。整個城市仿佛變成了一片澤國。趕到王曼的俱樂部地下車庫時，門口已經停了10幾輛等待救援的車。王曼穿着雨衣，正在指揮工作人員拖車。“凌晨，你來了，這邊有3輛車陷在水裡了，發動機已經進水了，你幫忙拖過來，先把火花塞拆了排水，別讓車主2次打火。”“好。”我和小小立刻投入了救援工作。拖車上的絞盤嗡嗡作響，一輛輛泡水車被小心翼翼地拖進車庫。小小雖然是個女孩子，幹起活來卻一點都不含糊，拆火花塞、排積水、做標記，動作麻利又準確。王曼站在旁邊看着我們忙碌的身影，眼神裡滿是讚許。一直忙到後半夜，雨勢才稍微小了一點。我們一共拖回來20多輛泡水車，車庫裡停得滿滿當當。王曼遞給我們2杯熱薑茶，辛苦了，你們2個，先歇會兒，喝口茶暖暖身子。我接過薑茶，喝了一口，溫熱的液體順着喉嚨流下去，驅散了一身的寒意。對了，我剛才聽救援的師傅說，張浩的汽修廠被淹了，他那邊地勢低，積水已經沒過了膝蓋。他不是準備了很多塑料布嗎？別提了，他買的那種最便宜的劣質塑料布，風一吹就破了。而且他只蓋了車，根本沒管設備和配件。聽說他囤的那幾噸劣質密封膠和副廠零件全被水泡爛了，一點用都沒有了。我心裡毫無波瀾，甚至覺得理所當然。我喝了一口薑茶，淡淡的說：“意料之中，他只想着賺錢，根本沒想着怎麼應對風險。”不止這些，他之前收了幾十位車主的定金，承諾3天交車。現在他的廠被淹了，別說修車了，連車主的車都被泡得更嚴重了。好多車主已經找上門去了，圍着他要說法，還有人要報警告他詐騙。活該，誰讓他那麼黑心，就知道坑別人的錢。正說着，我的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號碼。我接起電話，那邊立刻傳來一個帶着哭腔的聲音：“請問是凌晨師傅嗎？求求你救救我的車吧！我把車放在浩辰汽修修泡水，結果他們廠被淹了，我的車現在還泡在水裡。張浩那個混蛋跑了，找不到人了。”你別着急，告訴我你的位置。又有一個被張浩坑的車主，車還泡在他的廠裡，我們過去一趟。我跟你們一起去，多個人多把手。我們3個開着皮卡再次衝進了雨幕裡。張浩的汽修廠在城南的低洼地帶，離我們這裡不遠。趕到的時候，眼前的景象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。整個汽修廠都泡在齊腰深的水裡，大門被沖垮了，裡面的舉升機、8胎機全都泡在水裡，只露出一個頂。地上漂浮着各種零件和垃圾，還有被泡爛的劣質塑料布，散發出一股刺鼻的霉味。10幾個車主站在路邊的高地上，個個臉色鐵青，對着水裡的汽修廠破口大罵：“張浩這個騙子！收了我5000塊定金，現在人跑了。我的車剛買的，就這麼泡在水裡，全毀了。林師傅，你可來了，求求你救救我的車吧！我知道你技術好，只有你能幫我了。”大家別着急，我先看看情況，能拖的我都幫你們拖出來。先排掉發動機裡的水，
避免更大的损失。车主们立刻安靜下来，眼裡滿是期待。我和小小、王曼穿上防水服，走進了齊腰深的水裡。張浩的辦公室在2樓，我們上去的時候，發現門是開着的，裡面一片狼藉，文件散落一地，電腦和保險櫃都被搬走了，顯然是早就跑了。這個混蛋竟然捲款跑路了，他肯定是看到情況不對，提前帶着定金跑了。這些車主真是太倒霉了。我沒有說話，只是看着窗外的雨幕。張浩跑得了一時，跑不了一世。他欠這些車主的，欠我的，遲早都要還。我們花了整整3個小時，把廠裡能拖的車都拖到了路邊的高地上，挨個拆了火花塞，排掉了發動機裡的水。車主們千恩萬謝，非要給我錢，我都拒絕了。說些小意思，舉手之勞而已。等雨停了，你們把車拖到我的汽修棚來，我給你們做個全面檢測，只收成本價。林師傅，你真是個好人啊！比張浩那個混蛋強100倍，以後我們修車只找你林師傅。看着車主們感激的眼神，我心裡突然明白了，修車修的從來都不只是車，更是人心。天快亮的時候，雨終於停了，太陽從雲層裡鑽出來，灑下金色的光芒。被暴雨沖刷過的城市，空氣格外清新。我們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了汽修棚，棚子裡乾乾淨淨，沒有一點積水，10台抽水泵還在嗡嗡地運轉着，一切都安然無恙。小小癱坐在椅子上，終於忙完了，累死我了。王曼看着我，凌晨，這次多虧了你，那些車主都對你讚不絕口，現在整個車主圈都在傳，說你技術好，人又善良。就在這時，我的手機又響了，是一個陌生的號碼，歸屬地是林氏。我接起電話，那邊立刻傳來了張浩氣急敗壞的聲音：林晨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烏鴉嘴說會下暴雨，我的廠怎麼會被淹？我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？張浩，路是你自己選的，你今天的下場都是你自己作的，跟我沒關係。你放屁！要不是你，王曼怎麼會把所有的訂單都給你？要不是你，那些車主怎麼會都去找你？是你毀了我的一切，我跟你沒完！說完，他猛地掛了電話。我看着手機屏幕，眼神冰了。我知道張浩不會就這麼算了，他這種人從來不會從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只會把所有的失敗都歸咎於別人。他現在已經被逼到了絕路，接下來他一定會不擇手段地報復我。我握緊了手機，心裡升起一股強烈的不安。王曼看出我臉色不對，關切地問：怎麼了？我搖了搖頭，把手機揣進兜裡。沒什麼，張浩打來的，發了一頓瘋。你別理他，他就是個瘋子。你放心，我已經報警了，警察正在找他。我點了點頭，卻沒有放下心裡的警惕。暴雨過後的半個月，是我這輩子過得最踏實的日子。我的汽修棚從原來的200平擴到了整整1000平。新招的5個技師全是我精挑細選的，個個技術過硬，人品端正。門口的隊伍從早排到晚，連隔壁室的車主都特意開車過來找我修車。小小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不僅能獨當一面處理前台的所有事，還學會了簡單的電路維修。他每天都像個小太陽一樣，嘰嘰喳喳的，把原本沉悶的汽修棚變得充滿了生氣。王曼幾乎每天都會過來，有時候幫我打理賬目，有時候就坐在角落的椅子上，安安靜靜地看着我修車。陽光透過窗戶灑在他身上，勾勒出柔和的輪廓。每次我抬頭看到他，心裡就會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溫暖。就在我們忙着擴大生意，憧憬未來的時候，張浩正躲在出租屋裡，透過窗簾的縫隙，死死地盯着我的汽修棚。他的汽修廠被查封了，房子車子都被銀行抵押了，老婆帶着孩子跟他離了婚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躲着他。他從一個風光無限的百萬老闆，變成了一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於我和王曼，他恨我毀了他的生意，恨王曼斷了他的財路。他發誓要讓我們付出最慘痛的代價。我要讓你們付出代價！為了報復我，他花了整整1周的時間，摸清了我們所有人的作息習慣。他知道王曼每周一早上都會開着那台銀灰色限量版保時捷911來做保養，知道我們為了應對暴增的訂單，臨時招了一個兼職保潔。那個保潔阿姨家裡急用錢，正好被張浩抓住了把柄。周一早上天陰沉沉的，像是又要下雨。凌晨，幫我做個常規保養，我下午要去林氏談個合作，晚上回來一起吃飯。好，路上小心點，開慢點，這台老車嬌貴，別開太快。知道啦。我把車開到維修工位，讓新來的技師小張做基礎保養。做基礎保養，換機油機濾，檢查剎車輪胎，都是最常規的項目。我自己則去處理一台剛拖回來的嚴重泡水車。就在這時，那個兼職保潔阿姨推着清潔車，鬼鬼祟祟地走到了保時捷旁邊。她左右看了看，見沒人注意，快速打開引擎蓋，把手伸了進去。整個過程不到1分鐘，她做完手腳，立刻推着清潔車匆匆離開了汽修棚。這一切都被正在整理工具的小小看在了眼裡。她皺着眉走到我身邊，小聲說：師傅，那個保潔阿姨剛才鬼鬼祟祟的，在王曼姐的保時捷旁邊待了好一會兒，我總覺得不對勁兒。可能是在擦灰塵吧。
別多想，趕緊把手裡的活幹完，下午還要拖3台車回来。可是没事的，放心吧，这台车我比谁都熟，真有問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中午12點，保養做完了。小小圍着車轉了3圈，反覆檢查了外觀、輪胎和剎車，沒發現任何異常。王曼跟我們道別，坐進駕駛座，發動了那台水平對置6缸發動機。熟悉的轟鳴聲響起，他揮了揮手，開着車上了去往臨市的高速。下午3點，我正在給一台寶馬做發動機調試，手機突然響了，是一個陌生的號碼，歸屬地是臨市高速交警大隊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裡的扳手哐當一聲掉在了地上，我顫抖着接起電話：“喂，請問是林晨先生嗎？王曼駕駛的保時捷在 G 霄5高速123公里處發生嚴重交通事故，已被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搶救。”我的腦子瞬間一片空白。他怎麼樣了？有沒有生命危險？傷者頭部重創，顱內出血，深度昏迷，情況非常危急，請你盡快趕來。掛了電話，我瘋了一樣抓起車鑰匙往外跑。小小一把拉住我，紅着眼睛說：“師傅，你別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不用，你留在廠裡看好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你現在這個樣子開車太危險了，我來開。我看着他堅定的眼神，腿一軟，差點癱倒在地。小小扶着我，把我塞進副駕駛，然後一腳油門踩到底，皮卡像箭一樣衝了出去。車子在高速上飛馳，我不停地扇自己耳光，打得臉頰火辣辣的疼。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的錯。小小一邊開車一邊哭着說：“師傅別這樣，王曼姐一定會沒事的。那台保時捷那麼結實，她不會有事的。”就在我們趕往醫院的同時，一場針對我的輿論風暴已經悄然拉開了序幕。張浩躲在出租屋裡，看着電腦屏幕，臉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。他把早就準備好的帖子發到了本地所有的車主論壇和短視頻平台。震驚：黑心汽修廠保養不當，導致限量版保時捷高速出車禍，女車主至今昏迷不醒，千萬網紅修車工林晨草菅人命。帖子裡配上了王曼出事車輛的照片，那台銀灰色的保時捷911，車頭嚴重變形，安全氣囊全部彈出，曾經的光彩蕩然無存，還有各種歪曲事實的描述。張浩買的水軍在評論區瘋狂帶節奏，我的手機被打爆了，全是要求退單、退款、複檢的客戶。合作的保險公司發來通知，暫停所有合作。市場監管局的工作人員第2天一早就上門查封了我的汽修廠。那些臨時招來的員工看到情況不對，全都捲鋪蓋跑了。偌大的汽修廠一夜之間變得空空蕩蕩，只有小小留了下來。他關掉了手機，拔掉了電話線，把上門鬧事的客戶全都擋在了門外。大家先回去，事情一定會查清楚的。他把散落一地的維修單整理好，把所有的工具都擦拭乾淨，鎖進了工具箱。然後他帶着換洗衣物和生活用品去了醫院。當他推開 ICU 病房的門，看到我蹲在走廊的角落裡，頭髮凌亂，鬍子拉碴，眼神空洞，像個丟了魂的木偶時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他走到我身邊，蹲下來，緊緊地抱住我。師傅，別怕，還有我呢，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我信你，這絕對不是我們的問題，一定是有人搞鬼，我們一定能找到證據，洗清冤屈，也一定能等王曼姐醒過來。你不能倒下，你要是倒下了，王曼姐怎麼辦？我們的汽修廠怎麼辦？那台保時捷還等着我們去查清楚真相呢。你說的对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要找出真兇，給王曼一個交代。我站起身，透過 ICU 的玻璃看着躺在病床上，安靜的像睡着了一樣的王曼。曼曼，等我一定会找到害你的人，我一定会等你醒過来，無論付出什麼代價。ICU 的消毒水味像針一樣扎進我的鼻子裡。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整整一夜，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緊閉的大門。監護儀的滴滴聲隔着門板傳過來，每一聲都像錘子一樣砸在我的心上。天快亮的時候，小小端着一碗熱粥走了過來。師傅，喝點粥吧，你已經1天1夜沒吃東西了，王曼姐還等着你，你不能垮。小小把粥塞到我手裡，蹲下來看着我。師傅，我剛才回了一趟廠裡，那個兼職保潔不見了，他只幹了3天，連工資都沒領就跑了，電話也打不通。我的手指猛地一顫，粥碗差點掉在地上。我抬起頭，聲音沙啞的不成樣子。你說什麼？他跑了，而且我查了監控，他進廠裡之後只靠近過王曼姐的保時捷，別的車連碰都沒碰。做完手腳之後立刻就走了，連清潔工具都沒拿。一股寒意瞬間從腳底竄上頭頂，我終於明白，那股揮之不去的不安不是錯覺，是張浩，一定是他。除了他，沒有人會這麼恨我，沒有人會用這麼陰毒的手段來報復我。攥緊拳頭，指甲深深掐進掌心，滲出血來。就在這時，我的手機突然響了，是一個陌生的號碼，沒有歸屬地。我的心跳瞬間提到了嗓子眼，我顫抖着接起電話，那邊沉默了幾秒鐘，然後傳來了一個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聲音：凌晨，滋味不好受嗎？
所有人骂成草菅人命的黑心商家，这种感觉是不是生不如死？张浩，是你干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保洁跑了，监控只拍到他擦车，没人能证明是我指使的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凌晨保养不当，把王曼的保时捷修坏了，才导致他出了车祸。你这个疯子，有什么冲我来！别牵扯王曼！我就是要牵扯他，我就是要让你尝尝失去最爱的人是什么滋味，我就是要让你从云端跌进泥里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他顿了顿，抛出了他真正的条件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，明天中午12点到城郊废弃的化肥厂来。第一，签一份认罪书，承认是你操作失误，用了劣质配件，导致车辆故障出了车禍。第二，把你汽修厂100%的股份无偿转到我的名下。第三，对外宣布你之前所有的技术都是偷我的。只要你照做，我就会拿出一笔钱给王曼治病，用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，一直治到他醒过来为止。而且，我不会让你坐牢，我会跟所有车主解释，说你只是一时疏忽，讓你安安心心在醫院陪着他。如果你不答應，我就立刻消失。你會因為過失致人重傷罪被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到時候，你不僅要坐牢，連給王曼付 ICU 費用的錢都沒有，你就只能眼睜睜看着他，直到油盡燈枯。說完，他啪的一聲掛了電話，手機從我的手裡滑落，掉在地上，屏幕摔得粉碎。我靠在牆上，渾身冰冷，像掉進了冰窖裡。他太狠了，也太聰明了。他根本沒打算交出任何證據，更沒打算讓自己承擔一點風險。他的目的是讓我主動替他背下所有的黑鍋，而我要麼替他坐牢，失去王曼，要麼答應他的條件，苟延殘喘，看着他用我的東西過着風光無限的日子，這才是真正的絕境。沒有任何兩全其美的選擇，無論我怎麼選，好像都是輸。小小撿起地上的手機，看着我蒼白的臉，急得快哭了。師傅，你不能答應他，他就是個騙子，他根本不會給王曼姐治病的。等他拿到了股份和認罪書，他就會立刻消失，再也不會管我們的死活。可是，如果不答應他，我就會坐牢。王曼怎麼辦？他每天的 ICU 費用就要好幾萬，我要是進去了，誰來照顧他？誰來給他治病？我們還有技術啊！師傅，你忘了嗎？車不會說謊，那台保時捷就在事故停車場裡。張浩再怎麼清理痕跡，他動過的手腳一定會在零件上留下獨一無二的印記。他用的工具，他用的材料，他的操作習慣都會留下痕跡。這些痕跡是他永遠也銷毀不了的。只要我們把這台車拆得一乾二淨，找到只有張浩才能留下的證據，我們就能證明你的清白，就能讓叔叔抓到他。我抬起頭看着小小，這個20歲的小姑娘，在我最絕望的時候，比我還要冷靜，還要堅定。對啊，我是個修車的，我手裡有技術，車不會說謊。張浩以為他清理了人證，銷毀了監控，就能高枕無憂。可他忘了，他是個半吊子修車工，他的每一個操作都帶着他獨有的痕跡。我比誰都了解那台車，也比誰都了解張浩。只要我把他拆得一乾二淨，一顆螺絲都不放過，一定能找到他留下的痕跡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擦掉臉上的淚水，眼神重新變得堅定。你說的對，我不能妥協，我不能讓王曼白受這份罪，更不能讓張浩逍遙法瓦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幫你拆車，幫你找證據。我還可以聯繫我技校的老師，他們有最先進的材料檢測設備，一定能幫我們找到鐵證。我點了點頭，站起身，陽光透過走廊的窗戶灑在我的身上，驅散了一絲寒意。我最後看了一眼 ICU 的大門，在心裡默念：曼曼，等我，再給我3天時間，我一定會找到證據，把害你的人送進監獄。我答應過你，要帶你去看海的。我和小小轉身走出了醫院。事故停車場在城市的邊緣，荒無人煙。那台銀灰色的保時捷911孤零零地停在角落裡，車頭嚴重變形，曾經的光彩蕩然無存。看着這台承載了我和王曼所有回憶的車，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樣疼。我戴上手套，打開了引擎蓋。小小，把我的工具箱拿來。今天起，我們把這台車從裡到外拆個精光。一顆螺絲，一片碎屑都不能放過。小小用力點頭，把沉重的工具箱扛了過來。扳手擰動螺絲的聲音在空曠的停車場裡響起。我知道這是一場豪賭，我賭我的技術能贏過張浩的陰賭。我賭車不會說謊，這場賭局我不能輸，也輸不起。
雨又下了起来，冰冷的雨点砸在事故停车场的铁皮棚上，噼里啪啦的響声和扳手拧动螺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我和小小已經在這裡待了整整18個小時，從白天到黑夜，我們沒有合過眼，也沒有吃過一口飯。地上鋪滿了拆下來的零件，從發動機缸體到變速箱齒輪，從剎車總泵到每一顆螺絲，整整齊齊的擺着，像一場無聲的審判。我的手上布滿了傷口，油污和血跡混在一起，疼得鑽心。可我不敢停，也不能停。離張浩給的最後期限只剩下6個小時。師傅，喝口水吧，已經拆到發動機油道了，再堅持一下。我接過水，一口氣喝了半瓶，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，還有6個小時。如果天亮之前找不到證據，我就只能去赴約了。不會的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張浩肯定留下了痕跡，他跑不掉的。我點了點頭，拿起手電筒照向發動機油道的最深處。這是最後一個可能藏着證據的地方。我們已經檢查了剎車系統、電路系統、變速箱，甚至連輪胎都拆了下來，卻什麼都沒有找到。張浩做得太乾淨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拿起內窺鏡，一點點伸進油道裡。就在我快要絕望的時候，內窺鏡的鏡頭上閃過一點微弱的黑色反光。等等，小小，快看，這裡有東西！小小立刻湊過來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。我小心翼翼地移動內窺鏡，那點黑色反光越來越清晰，是一小塊指甲蓋大小的塑料碎屑，卡在油道的拐角處，被機油泡得發脹變形。是塑料，發動機裡不可能有塑料，一定是張浩放進去的。我的心跳瞬間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拿起鑷子，一點點把那塊塑料碎屑夾了出來。它很小，只有米粒那麼大，邊緣有明顯的切割痕跡。我攥着那塊塑料碎屑，手因為激動而不停地顫抖。就是這個。這就是他用來堵油道的東西，只要檢測出它的成分，就能證明是他幹的。我現在就聯繫我老師。王老師，求求你幫幫我們，我們有一塊塑料碎屑，能不能幫我們做個成分檢測？很急，人命關天。你们現在把東西送過來，我在實驗室等你們，連夜給你們做檢測。小小掛了電話，激動地哭了出來。師傅，我們找到了，我們終於找到了。我看着手裡的塑料碎屑，眼淚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來。18個小時的不眠不休，終於有了結果。車不會說謊，他記下了張浩犯下的所有罪行。我和小小立刻開車趕往技校實驗室，王老師已經在那裡等着了我們。他接過塑料碎屑，立刻放進了光譜檢測儀裡。這種工業塑料很特殊，全市沒幾家在用。只要檢測出成分，就能查到採購商和使用者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每一秒都像一個世紀那麼漫長。凌晨4點，檢測結果出來了，找到了，這是一種劣質的 ABS 工程塑料。全市只有浩辰汽修在3年前批量採購過，而且這塊塑料的切割痕跡是用型號為 T12 的斜口鉗剪出來的。這種鉗子的鉗口有獨特的磨損紋路。他又調出了另一份報告，比對結果出來了，切割痕跡和張浩常用的那把 T12 斜口鉗完全吻合。我之前去浩辰汽銷做過技術指導，見過他用那把鉗子，鉗口有一道很深的劃痕，是他當年擰螺絲的時候不小心弄的。王老師，謝謝你。真的太謝謝你了。不用謝，我早就看張浩不順眼了，偷工減料坑客戶，早就該進去了。這些報告你拿着，足夠定他的罪了。就在這時，我的手機響，是張浩打來的。我看了一眼時間，早上6點，離他給的最後期限還有6個小時。喂，怎麼樣，凌晨？想清楚了沒有？還有6個小時，再不答應我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我答應你。股份我可以全部給你，認罪書我也簽，但是你必須答應我，一定要好好給王曼治療。早這樣不就完了？放心，只要你乖乖聽話，我肯定不會虧待王曼的。中午12點，成交廢棄化肥廠，把認罪書和股份轉讓協議帶過來。記住，不許報警，不然你知道後果。我知道，我不會報警的，我只想讓王曼好好的。掛了電話，我立刻撥通了李警官的電話，我把檢測報告和比對結果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。李警官，我找到證據了，張浩約我今天中午12點在成交廢棄化肥廠見面。李警官，檢測報告和比對結果都出來了，證據確鑿。太好了，我們立刻布控，今天一定把他抓捕歸案。掛了電話，我和小小對視一眼，都看到了對方眼裡的光芒，勝利就在眼前了。師傅，我們現在去醫院看看王曼姐吧，告訴她這個好消息，她一定會很高興的。我們開車趕到醫院 ，ICU 的護士告訴我們，王曼的生命體徵比昨天穩定了一些。雖然還沒有醒過來，但已經有了微弱的意識反應。我隔着玻璃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王曼，她的臉色還是很蒼白，但眉頭已經舒展了一些。曼曼，我們找到證據了，害你的人馬上就要被抓了，你再堅持一下，很快就會醒過來的。等你醒了，我們就去看海。我答應你的事，
一定會做到。我仿佛看到他的手指輕輕動了一下。上午11點半，我和小小來到了城郊廢棄化肥廠，警察已經提前布控好了，藏在周圍的廢墟裡，只等張浩出現。我手裡拿着一份偽造的認罪書和股份轉讓協議，站在化肥廠的主車間裡等着張浩。12點整，一陣汽車引擎聲傳來，張浩開着一輛破舊的面包車停在了車間門口。林晨，你果然很识相，把認罪書和股份轉讓協議給我。先別急，我要你親口承認，是你動了王曼的車。承認？我為什麼要承認？現在是你求我，不是我求你。趕緊把東西給我，不然我立刻就走。你買通了兼职保洁，在王曼的保时捷發動機油道裡放了塑料堵塞件，又在剎車總泵裡放了工業鐵屑。我說的對不對？是又怎麼樣？就算你知道了，又能怎麼樣？沒有證據，誰會信你？你要證据？你看這是什麼？張浩接過報告，臉色一點點變得慘白。這不可能，我明明做得天衣無縫，你怎麼可能找到證據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以為你能逃掉嗎？你留下的每一個痕迹，都成了你的罪證。张浩，不许动！你被捕了！不，我不服！林晨，你阴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没有机会了，你欠我的，欠王曼的，欠所有被你坑过的车主的，今天該還了。我錯了，林晨，我真的錯了，求求你放過我吧！我給你當牛做馬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着他跪在地上痛哭的樣子，我心裡沒有一絲快意，也沒有一絲同情。警察押着張浩走出了化肥廠，他的哭聲越來越遠，最終消失在了風聲裡。我抬頭看了看天空，雨已經停了，陽光穿透雲層，灑在了大地上，一切都結束了，一切也才剛剛開始。警車的警笛聲漸漸消失在風裡，我站在廢棄化肥廠的門口，手裡攥着那份還帶着油墨味的檢測報告。小小跑過來，一把抱住我。師傅，我們贏了，我們終於贏了。是啊，我們贏了。風捲起地上的落葉，打着旋兒飄過。我抬頭看向醫院的方向，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：去見王曼。我要告訴他，害他的人被抓了。我們沒有回汽修廠，直接開車去了醫院。一路上，小小嘰嘰喳喳地說着一通話。師傅，等回去我們重新裝修汽修廠，再開個女子汽修的培訓班。我們還要把生意做到全省去，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的技術。只要王曼還沒醒，這一切的勝利都少了最重要的意義。趕到醫院的時候，主治醫生正好在查房，看到我過來，他摘下口罩，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。林先生，你來得正好，病人今天的情況特別好，顱內壓已經降到正常水平了，各項生命出征都在穩步回升，蘇醒的可能性非常大。真的嗎？他什麼時候能醒？不好說，可能是今天，也可能是這幾天。你多跟他說話，講講你們以前的事兒，對他的蘇醒有幫助。我連聲道謝，幾乎是跑着衝進了病房。王曼安靜地躺在病床上，臉色比之前紅潤了許多，長長的睫毛覆蓋在眼瞼上，像一隻睡着了的蝴蝶。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她臉上，柔和的不像話。我拉過一把椅子，在她床邊坐下，輕輕握住她冰涼的手。她的手比以前瘦了好多，指節都凸了出來。曼曼，我來了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張浩被抓了。我從口袋裡掏出警方出具的立案通知書，還有那份檢測報告，一頁頁攤開在他面前。你看，這是證據，我們找到了他放在發動機裡的塑料碎屑，檢測出是他廠裡獨有的劣質塑料，還有他那把斜口鉗的磨損痕迹，全都對上了。他親口承認了是他買通了保潔，在你車上動了手腳。警察說他最少要判15年，這輩子都別想從監獄裡出來了。那些罵你的帖子已經全刪了，市場監管局也撤銷了對汽修廠的查封。保險公司的人昨天還打電話過來，說要恢復合作，還要跟我們簽長期的定點維修協議。那些被張浩坑過的車主也都過來跟我道歉了。小小把汽修廠打理得很好，新招的技師都很靠譜。我們又租下了旁邊的2個廠房，準備改成專門的泡水車修復基地。你之前說的那個汽車服務生態，我們很快就能實現了。說着说着，我的聲音哽咽了。我低下頭，把臉貼在他的手背上，滾燙的淚水落在他的手背上。曼曼，對不起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沒有保護好你。如果我當時聽了小小的話，如果我親自給你做保養，你就不會出事。這10天，我每天都在後悔。我怕你再也醒不過來，我怕我再也聽不到你說話，我怕我再也不能帶你去看海了。你還記得嗎？你說過，你爸最喜歡去東邊的那片海釣魚。你說等忙完這陣子，就開着你的保時捷，帶着我一起去。我都記着呢。我已經把你的保時捷修好了，
跟新的一样。我還查了天氣預報，這週末天氣特別好，適合看海，所以你快點醒過來好不好？我等你，一直都在等你。病房裡靜悄悄的，我握着他的手，靜靜地看着他，心裡充滿了期待。就在這時，我感覺到手裡的手指輕輕動了一下，我猛地抬起頭，以為是自己的錯覺。我屏住呼吸，死死地盯着他的手。又一下，他的手指又輕輕動了一下，緊接着他的睫毛開始微微顫抖，像一隻即將破繭而出的蝴蝶，翅膀輕輕扇動着。曼曼，我聲音顫抖，不敢大聲說話，怕驚擾了他。他的睫毛顫得越來越厲害，然後緩緩地睜開了眼睛。我在。我聽見了，你說要帶我去看海。是，等你好了，我們立刻就去。你想去哪片海都行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站在门口的小小早就捂着嘴哭成了泪人，他不敢进來打擾我们，只是靠在门框上，一邊哭一邊笑。王曼的目光掃過我，又掃過門口的小小，最後落在窗外的陽光上。他輕輕嘆了口氣，像是卸下了所有的重擔。真好，陽光真好。是啊，以後的每一天都會有這麼好的陽光。醫生和護士很快就趕了過來，給王曼做了全面的檢查。檢查結果出來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。主治醫生激動地說：“太好了，病人意識完全清醒，各項指標都正常，再觀察半個月就能出院了。”我看着病床上笑着的王曼，心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滿足。曾經我以為技術只能修好車，現在我知道技術還能擊穿所有的陰謀詭計，還能守護我最愛的人，還能給我一個光明的未來。那些曾經受過的苦、流過的淚、熬過的夜，在他睜開眼睛的那一刻，全都變成了值得。我低頭輕輕吻了吻他的額頭，陽光灑在我們身上，溫暖而明亮。所有的黑暗都已經過去了，屬於我們的嶄新的人生才剛剛開始。